健康的真相，你觉得自己健康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富安。前几天收到一条私信，有人说上周刚做完全身体检，报告全是绿灯，可是每天下了班回到家累得不想动，晚上躺半小时还睡不着。我这样到底算不算健康？其实不止他，90%的人都搞不懂健康的真正标准。今天我们先把最基础的问题确认清楚，你到底是真健康还是在亚健康里打转？世界卫生组织对台湾、欧洲、日本、美国这些发达地区做过统计，结果特别扎心，只有15%的人处于真正健康的状态，另外15%是明确被医生确诊过生病的，剩下70%全在亚健康里打转。很多人觉得亚健康是小事，其实它就是身体给你的求救讯号，只是我们常忽略了。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亚健康呢？其实不用看复杂的指标，就看3件具体的事。你可以看看你有没有这些症状。第一个，吃得下饭吗？比如以前能吃1碗饭，现在半碗就饱了，或者看到爱吃的火锅、烧烤也没胃口。第二个，睡得着觉吗？比如躺下半小时还睁着眼在数羊，或者半夜总醒来，醒了又很难再睡着。第三个，笑得出来吗？比如说以前刷短视频都会跟着笑出声音，现在看搞笑段子也没感觉，甚至觉得没意思。这3样里只要占1样，你就是亚健康了。再跟大家明确一个概念，生病不是感冒发烧，感冒1个礼拜能自己好，不算生病，是那种要跑医院被医生确诊，而且1个月都好不了的问题，比如高血压、胃溃疡，那个才是真正的生病状态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位改变我健康观念的人，涂承恩老师。1987年，他在鼻梁的骶骨处查出癌症，医生说放射性治疗能杀死癌细胞，但可能有95%的几率会失聪，98%的几率终身会没有脱衣，所以涂老师就没有接受放射性治疗。那他靠着自己摸透身体的规律，慢慢调理好了。之后他还自费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、德国的柏林医学院学自然的医学，现在专门给台湾的医生开课，讲身体的作业系统知识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什么是身体作业系统？其实很简单，就像电脑的 Windows 系统管着电脑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有一套指挥中心，写在23对染色体里，管着60兆个细胞，什么时候工作，什么时候休息。如果这套系统出了问题，亚健康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就来了。10年前听了涂老师的讲座，我深受启发，所以今天起，我想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结合科学的证据，做成系列的视频，后面会跟大家慢慢拆解。比如，为什么鲜榨果汁比可乐还伤血糖？手机为什么是被列为2级致癌物？肝其实根本不解毒。这些你可能踩坑也有兴趣的话题。我们总说要长寿，但美国有个数据很提醒人，人均一生有7年的时间无法自理生活。想想看，老了只能躺在床上，吃饭要别人喂，穿衣服要别人帮，这样的长寿是你真的想要的吗？不光是在国外，我们身边的健康挑战其实也越来越大。再来看看2024年台湾人口数据，总人口约2340万人，65岁以上的老人快占了20%，马上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。可是0到14岁的孩子只占了11.72%，人口还在负增长。这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未来要面对的健康挑战只会更多。现在不了解自己的身体，老了真的扛不住。我今年48岁了，同龄的朋友里已经有人因为健康的问题离开。乔布斯有100亿的美金，却因为胰脏癌早早就走了。他说过一句话，当我还不知道胰脏在哪里的时候，我已经得了胰脏癌。这其实是很多人的现状。我们每天熬夜加班，却不知道伤肝；吃外卖、喝奶茶，却不知道伤血糖。本质上都是不懂身体的问题。
所以这只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第1集，下一集我们就来拆解日常最大的饮食坑。很多人喝鲜榨果汁以为是健康，涂老师却说果汁的血糖比可乐还高。到时候还会针对大家留言里高频的亚健康问题，比如失眠、没胃口，讲具体如何避坑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现在可以把你的亚健康状态打在评论区，比如失眠、睡不着、心情不好、压力大，大家分享出来，下期我们就能针对性的解决问题，帮大家少走弯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